这是2022年最精彩的一部岛国惊悚悬疑片，由《死亡笔记》的2大天才主演，在孤岛引起了一系列连环谋杀，剧情跌宕起伏，反转不断。不看到最后1分钟，你绝对猜不到故事的结局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故事发生在一个风景宜人的小岛上，男主龟太在这里开了一家农场，有个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。原本他们的生活美满幸福，然而这天，一个傻子的出现打破了这份美好。这天下午，龟太的女儿惠美独自在家玩耍，突然傻子偷偷摸摸地来到她家门口，用猥琐至极的眼神看着惠美，手上还不知道在干嘛。随后没过多久，龟太回到家，发现女儿消失不见，于是立马通知他的2名死党田边纯和真一郎过来帮忙寻找。最后，龟太在自己家的农场里发现了傻子的身影，然而经过询问，傻子的回答却让他感到头皮发麻。说完，龟太因为寻女心切，与傻子发生争执，瞬间扭打在了一起。情急之下，龟太失手一推，可由于用力过猛，傻子的头直接撞在了一旁的石柱上，就这样傻子当场凉凉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，龟太的妻子带着女儿找了过来。原来惠美并没有发生什么事，她刚才只是跑去邻居家玩去了。随后，龟太将妻女打发走，来到大棚内，看着地上的尸体傻了眼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经过商议，3人决定隐瞒此事，反正这个傻子是外来人口，偷偷处理掉应该没人会知道。真一郎刚从警校毕业回来，是这个镇上唯一的警察，在他的提议之下，3人准备将尸体先藏到田边纯的冷库中，然后再想办法。田边纯是一名狩猎家，经常捕杀山上的野猪售卖，因此在家建了一个冷库。接着3人开始搬运尸体，突然间，一位老大爷刚好路过这里，这一幕恰好被他给看到了。面对疑问，众人只好谎称这是田边纯打猎带回来的野猪。龟太害怕有人来找傻子，于是想要秘密调查出他的真实身份，可傻子的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，手机里也没有任何联系人和信息，他到底是谁呢？原来在此之前，傻子是跟着一位秃头大叔来到这座岛上的。秃头大叔是一名好心的社工，他专门为那些刚出狱的人找工作，而傻子呢，就是刚出狱的罪犯，名叫小玉板。然而令社工没想到的是，他刚把小玉板拉到岛上就遭到了偷袭，半路小玉板掏出皮带狠狠地勒住社工的脖子，没一会社工就彻底断了气。随后画面转过，这名社工的女儿报了警，声称他的父亲已经失踪了2天。警方通过调查发现，社工在失踪前曾准备带着刚出狱的小玉板前去猪兽岛寻找工作。除此之外，警方还在桌上发现了龟太农场的招聘信息和介绍，便怀疑失踪的社工很有可能就去了那里，于是立马起身前去调查。与此同时，岛上的居民们正在举行一场聚会，众人开心地看着龟太农场的特辑节目。龟太培育的新无花果品种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，现场所有人都以他为荣，包括高高在上的镇长，他们都认为龟太是带领猪兽岛走上致富的希望，并且以后岛上的所有居民们都可以靠种植无花果为生了。事实也如此。特辑节目播出之后，市政府看到了小镇的前景，决定拨款5亿日元支持小岛的无花果产业，事情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然而警方的到来却让这一切毁于一旦。2名警察上岛之后，首先和地方刑警真一郎取得了联系，此时他们正在想办法处理尸体。听完电话，龟太第一时间得知了警方要来调查，无形之中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应对。随后2名警察拿着照片来到农场进行询问，有没有见过这2人。对此3人矢口否认。接着3人又从警方那里得知，那个被龟太误杀的傻子曾是个奸杀幼女的变态杀人犯。正交谈着，突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，原来是有人发现了社工的尸体。这是一部反转再反转的岛国惊悚悬疑片，剧情紧张刺激，高能不断。不看到最后1分钟，你能猜到结局算我输。小岛上发生了离奇命案，经过调查，警方发现社工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，同行的小玉板就是重大嫌疑人。此消息一出，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推迟了投资计划，决定暂缓5亿日元的拨款。与此同时，3人正在冷库准备处理尸体，突然间镇长闯了进来，原来是之前看到尸体的那位老大爷。他发现3人很不对劲，于是将看见尸体的事告诉了镇长。镇长进入房间，掀开袋子一看，被吓得连连后退，里面竟然是一具人的尸体。随后龟太如实的说出了一切，然而镇长并不打算揭发他，因为龟太是这个小岛上所有人的希望，没有龟太，那政府的5亿拨款就不会下来，所以他不能去自首。其次是岛上的唯一警察真一郎，他要负责守护小岛的安全。镇长表示，你们3人之中就属田边纯没用，我有个主意，让田边纯出去顶罪，然后把龟太包装成抓捕犯人的英雄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小镇不仅能获得更多资金扶持，还能炒一波热度。说完，镇长还以此事作为要挟，要求龟太日后要将果园核心技术全部转交给他，让他来接手农场。说完，在外偷听的老大爷拎着镰刀冲了进来，把刀架在了镇长的脖子上。他原以为镇长会无条件的帮这群小伙子，可没想到镇长是这样的人。争执中，镇长掏出随身携带的电击枪，电死了老大爷。
此时田边纯也终于忍无可忍，一铁锹过去就让镇长领了盒饭。就这样，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原本只需要处理1具尸体，现在却要处理3具。3人看着眼前的一幕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然而就在此刻，老大爷的儿子和儿媳也找来了这里。缓过神之后，龟太说出了事情的原委，并且将老大爷临终前的嘱咐如实的告诉了2人。随后，为了守护好这座岛，也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，老大爷的儿媳和儿子也决定帮助龟太他们隐瞒此事。儿媳帮忙处理尸体，儿子则拉拢镇上唯一的80岁老医生，隐瞒了老大爷的真正死因。警方过来调查询问，医生只说了一句是自然老死的，就不再理会。转眼间不知过了多久，警方在船上发现了镇长的尸体，并且还在凶器上查到了那个消失许久小玉板的指纹。对此，众人一致认为是小玉板正在连环作案。只有这名老警探觉得这些并不是小玉板做的，因为小玉板之前的作案手法都是让受害人窒息而亡，他的前科档案记录上写着他很怕血，所以说这次镇长的死应该不是他做的案。那么凶手会是谁呢？画面一转，2名警察来到龟太家里，一番询问过后，什么线索都没有查到。就在2人毫无头绪之际，突然间，老警探在龟太家的门口发现了一封信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小玉板的求职简历。看着信件，老警探怀疑龟太和小玉板曾经見过面。2名警察正调查着，突然不远处传来了吵闹声，过去一看，原来是村民们正在声讨他们这些警察是扫把星。帰ってくれ。縁起悪くてかなわねえよな。看到这一幕，真一郎赶紧跑过来圆场。情急之下，他竟然说错了话。真一郎表示，村民们没有恶意，现在人心惶惶，只要找到小玉板的尸体，那么大家就能冷静下来。此话一出，老警探瞬间发出疑问：现在所有的证据和线索都指向小玉板就是杀人凶手，然而你为什么说他已经是1具尸体了呢？真一郎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刚想解释，2名警察就转身离开了这里。随后到了晚上，老警探独自找到真一郎，声称自己和他有着同样的见解，那就是小玉板已经死了，尸体还在岛上，自己一定会找到尸体，揪出幕后凶手。说完，画面转过，龟太和田边纯正在农场工作。突然间，田边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不如我们把小玉板的尸体埋在这无花果树底下，这样一来，我们每天都可以假装工作守着尸体，尸体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。与此同时，老警探从镇长的秘书那里得知，死去的镇长曾去过田边纯的冷库。一提到冷库，2名警察就瞬间想起了什么，他们怀疑小玉板的尸体很有可能还藏在那里，于是赶忙冲了过去。龟太意外杀死了一个人，他的死党们为了帮他，将尸体放在田边纯的冷库中。警方调查到这一线索，决定前去搜查。路上他们还通知了真一郎，让真一郎赶去现场对质。随后没过多久，2名警察便到了田边纯的冷库。然而下一秒打开一看，却傻眼了，里面包裹着的竟然是一头死去的野猪。原来龟太早就认同了田边纯的提议，把尸体拉到了果园里。转移尸体这件事，2人还没有跟真一郎说，另一边的真一郎还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，才导致警方一直在怀疑和调查他们。于是为了守护好小岛，也为了岛上的所有居民们，他决定结束这一切。真一郎在办公室铺满了透明塑料布，然后一声枪响，等众人赶到时，他已经吞枪自杀。临死前，真一郎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，声称自己就是制造这一切的幕后真凶，杀害小玉板和镇长的人就是他。真一郎将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，带着真相永远的离开了人世。本以为案件就此告落，然而这时岛上的所有居民们都同时收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，凶手是龟太，尸体就藏在他的果园里。这条信息是从镇长的手机里发出来的，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众人不可思议地看着短信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也得知了此消息，开始大力搜查龟太的农场，最后在无花果树下挖出了小玉板的尸体。就这样，龟太被逮捕。他和真一郎一样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，没有出卖好兄弟。后来田边纯便负担起了照顾龟太妻女和管理农场的责任。本以为影片到此结束，没想到此刻才迎来了最大反转。这天，田边纯来为真一郎扫墓，老警探找到他，说出了事情的所有真相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田边纯在后面搞的鬼，所有人都掉进了他布置好的陷阱中，包括老警官。田边纯杀死镇长后，心里就默默计划着要将这一切嫁祸在龟太的头上。首先，他偷偷拿走镇长的手机，然后将小玉板的求职简历放在龟太家的门口，以此来引起警方的怀疑。最后，他提议将尸体埋在果园里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又用镇长的手机给所有村民发送信息。真相就是这样。然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原来从中学时候起，田边纯就一直暗恋着龟太的妻子，并且这么多年以来，他一直生活在龟太的影子下面。龟太拥有着他想要拥有的一切，漂亮的妻子，温馨的家庭，受所有人的追捧和爱戴，受大家的尊重和赏识。田边纯一直嫉妒着龟太，最后嫉妒积压的越来越多，变成了一种憎恨。田边纯也就因此产生了这样可怕的想法。
说完，老警探因为没有证据，只好无奈离开。事后，田边纯也没有如愿得到这一切，因为龟太的妻子知道他的想法，于是对着他说道：“自己会一直等着龟太出来。”随后，画面一转，来到监狱，龟太的妻子将田边纯的真实意图都告诉了丈夫。然而，龟太听完之后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因为他也早就看出了好兄弟的心思。影片的最后，田边纯开了2枪，不知杀死了谁。好了，影片到此结束。总的来说，前半部分还算精彩，后面就有些狗血了。又是一部对人性充满绝望的电影，看完让我想起了东野圭吾的《恶意》。你最亲密的朋友很有可能会在关键的时候因为某一件事而放弃你，所以说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喜欢的点个赞，拜拜。